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很多人或多或少地表示了一些担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面对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强大时，美国总是费尽心思地进行打压遏制。然而现实往往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当这样的打压行为越来越逼近红线时，美国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日前，国际专家帕特里克·布坎南就对美国的这种行为表示严厉的斥责，称美国不应该试图越过红线。布坎南所说的红线，也即中俄的红线，在布坎南看来，中俄正在进行某些军事测试。到底是什么样的举动让国际专家有了这样的担忧呢？据文章介绍称，最近几天，俄罗斯军队方面的坦克、装甲车辆、大炮、军用卡车以及军队等正在通过陆路交通方式向乌克兰靠近。表面上，这则消息透露的似乎是俄罗斯与乌克兰间的紧张局势，但事实上，俄罗斯军队这一罕见的大规模部署是在向美国和北约传递信息，而不是为入侵乌克兰做准备。为何这么说呢？我们知道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国土资源以及历史地位等都在向外界证明着它在美俄博弈中的巨大价值。也正是因为这样，乌克兰一度成为美俄对峙的前沿地带。在美国不断派军舰进入黑海，搅和乌克兰局势之际，俄罗斯方面就曾发出严厉警告，并要求美国自行承担一切后果。从如今俄罗斯大举出兵的情形来看，美国并未将俄罗斯的此番警告当回事。与此同时，在太平洋海面上，美国也在一次一次地挑战着中国的红线。文章指出，对于中国而言，他们明确知道自己的红线是什么。在布坎南看来，中国不断在周边海域进行相关的军事演习，就是在向美国发出严令警告。但是这一切的信号，在自大的美国面前似乎是白费力气。不过这并不是最为致命的。在美国不断的挑衅下，布坎南假设到，俄罗斯与中国或将联手，以采取检验美国决心的行动。从现实来看，这样的假设存在一定的道理。如今，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更为紧密。法兰克福网站表示，中俄正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的疫苗上，以及在日益重要的太空领域方面。而美国对中俄的步步紧逼，在某种程度上也更进一步地促进了中俄的密切联系。可以说，这样的结果对于美国而言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当然，这也只是开始。如果美国再执迷不悟，总有一天假设将会成真。到那时，美国将会采取何种行动？在美国身边又会有多少个北约盟国？国际专家布坎南如是反问道。最近在国际事务上，土耳其上蹿下跳，成为众矢之的，是怎样同时得罪俄罗斯、中国、欧盟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究竟要干什么？外交无小事，最近就因为一把椅子，欧盟和土耳其掀起外交骂战。近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在其总统府上，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主要讨论扩大关税同盟和加强移民合作、妇女权益等问题。但会晤中有个小插曲，冯德莱恩并没有作为，随即欧盟指责这是在羞辱冯德莱恩。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甚至批评土耳其一些人为独裁者。随后，土耳其外交部还找见了意大利大使，并且推卸责任。不过，美国给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小板凳坐的时候，怎么没见欧盟出来仗义直言？近日，土耳其国内反对党政客公然发表涉疆极端言论，公然为分裂势力张目，污蔑中国在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气得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接连发文驳斥，强调保持采取适当回应的权利。一名匿名人士竟然称推文引发不适，随后土耳其外交部召见中国大使，但没有透露原因。事情原委已经很明显了，分别是土耳其个别政客挑衅在先，中方正当反击驳斥。然而土耳其反倒玻璃心了，并召见中国大使表达不满。最近，乌克兰东部局势骤然升温，在刚访问完前线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土耳其。在会谈中，土耳其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并重申不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此举引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激烈警告，不要助长乌克兰的军国主义。随后，俄方以疫情为由，大量取消往返土耳其的民航航班。为了光复奥斯曼帝国梦，埃尔多安一直推崇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与主要大国都存在矛盾，以难民和其他议题敲诈欧盟，积极参与叙利亚、利比亚内战以及阿亚冲突，还就资源问题与希腊、塞浦路斯对峙，导致和美国、俄罗斯都存在利益冲突。其实是地缘位置给了埃尔多安勇气，西欧怕土耳其送难民到欧洲，俄罗斯怕他完全倒向西方，同时他还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
不过，看似土耳其在与各国较量中都不落下风，四处投机要价，但是这种外交政策意味着土耳其将被全面孤立的危险。常在河边走，总有湿鞋的一天。在4月14号的时候，一张卫星照片开始在外网疯传。卫星图中，2艘舰艇在很接近的位置游弋，并且远处还有一艘更大的舰艇。这张卫星照引起外网的轰动，引发很大的讨论声。因为根据外网的描述，2艘接近的舰艇，其中一艘是中国的05-4A 导弹护卫舰，而另一艘是美军的核潜艇。远处的更大舰艇就是辽宁号航母。据获悉，这是辽宁号航母在进行远海训练时，美军核潜艇偷偷接近，以此被我军抓了个现行。05-4A 舰前去将美军核潜艇逼出了海面。若真的如此，我军05-4A 护卫舰可谓是在南海护卫航母立大功。不过目前无正式媒体报道，真伪待辨。之所以判断这是一艘核潜艇，也是根据其体积以及尾部水迹得出的结论，并且依据其体型，这艘核潜艇大概率是美军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如果这次我军军舰真的发现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那可是相当值得关注的事情了，引起轰动也不为过。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作为第4代攻击型核潜艇，拥有相当强大的静音能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继承海狼级超强的静音水平，主机舱采用浮筏式减震的整体模块设计，舰体采用整体浇筑式消音瓦，外形设计也采用降低水流噪声的设计。而最关键的尾部发动机与推进器也是采用弹性减震基座主机与新型泵喷式推进器。而且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共有600个噪音侦测器，远超海狼级核潜艇的26个。这使得只要这艘核潜艇稍微发出一点异常的响声，便能马上处理，进行主动降噪。如此复杂的降噪工艺，使得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在行动时可将声音降低至95分贝，与一辆摩托车启动时声音差不多。而一般海洋背景噪音为90分贝，也就是说，相当于你需要在海面上分辨几百米水深下一艘摩托车行驶的声音。这在没有非常先进的声纳设备帮助下，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也正是因此，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往往成为美军舰队的探路兵。实际上，在一支舰队抵达某个敏感海域之前，一般都会让潜艇，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提前出港，一来可以提前部署战略意图，二来可以探索该海域其他潜艇，三来可以充当刺客角色。因此，相对于能在卫星跟踪下大摇大摆走过的航母编队，海底的核潜艇才是重点盯防的对象。这也就是为何反潜始终是我军的重中之重。此次若发现美军核潜艇，要么是早就被我军反潜侦察机给盯上了，因此一到辽宁舰编队附近就被守株待兔，那么就是一到现场就被具有反潜能力的我军军舰逮了个正着。不管怎么样，这都说明了解放军反潜能力水平之高，已经让美军引以为傲的核潜艇都不得不现出原形。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4月14号报道，有着番茄之王的日本可果美食品公司宣布，已经停止从中国新疆进口番茄，而理由与此前包括 H&M、耐克、阿迪达斯等国外服装品牌抵制新疆棉花如出一辙，称考虑到新疆地区的人权问题，为了不让强制劳动的番茄进入日本市场。然而与棉花不同的是，像番茄这样的食材，为了保证新鲜，一般食品工厂会选择直接在原料生产地投资建设加工厂。像可果美在新疆就有办厂，有没有强制劳动的问题，他们一眼就能察觉。而且可果美公司还有代表表示，他们会定期视察新疆工厂和农田。但至今，可果美的官方网站上没有任何有关强制劳动的文字与图片描述。要真有问题，他们早就跳出来了。因此，这次突然打着人权幌子进新疆番茄，完全就是在显摆拙劣的演技。实际上，此前新疆的番茄与棉花一样，也被美国重点照顾，但因为中国番茄在美国1000万美元的年出口额远比不上棉花的90亿美元，因此被忽视。而日本可果美成为全球首家宣布抵制新疆番茄的公司，使得此事被关注。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日本要开这个头？其实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一点就透。最近日本因为宣布将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排入海洋中，引起轩然大波，国际议论纷纷。日本人的行为无疑是突破道德底线，以牺牲全人类健康为代价，让全世界为他们买单。然而面对日本这样的行为，西方国家却保持沉默，美国官方甚至感谢日本的透明，这简直成为本世界最大的笑话。
但西方点头不代表日本就能毫无顾忌地排放核废水。国际上对日本的批评声不少，我国外交部已经对日本提出正式抗议，并且明确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代表不了国际声音。日本认为核废水没事儿，怎么他们的官员不喝？一番辩论下来，日本方面也是哑口无言。而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也立马拿出了他们的传统异能，转移矛盾。核废水还没完，日本赶紧倒打新疆番茄一耙。这样的意图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而且根据调查，和国美公司在新疆进口的番茄量占该公司所用番茄的不到1%，一年仅进口12吨。而且和国美公司的番茄酱在中国市场占比也不大，因此日本企业才会率先向新疆番茄出拳。但是日本真以为中国是好惹的？日本企业拿中国番茄挑事儿，可能将掀起西方对中国番茄的抵制。2019年，中国出口番茄65万吨，其中新疆番茄占60%。新疆番茄以高品质著称，而中国番茄在国际上最大的买家是意大利，其次是俄罗斯、阿联酋、加纳、菲律宾等，日本排第10，美国在10名开外。也就是说，西方要是真的联合抵制新疆番茄，也就意大利那边会有些影响，一拳打在番茄上会比一拳打在棉花上还要没有效果。相反，日本排放核废水这事儿不会轻易成为过去式，咱们可能针对这件事儿出台制裁措施，揪住日本的7寸猛打。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注定中国要是出招，必然伤其根本。既然日本选择与美国沆瀣一气，拿我国新疆造谣，那么我们也不用客气。